我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一定要从这里离开。因为我是同性恋，我必须要从这里走，所以它是激发我去到要出去的，对，你要寻找更大的生存空间的一个地方。这都是我们家原来的地方。我从小的时候是菜园地养的，现在是家的。这全部都是菜园地。然后我爷爷和奶奶住那个在上面，我爷爷奶奶老坟在那里，在那里，上面能看到吗？打的那个灯，反正就在那块嘛。树还很小，你看现在这树长很大了哈。这是我们小时候种的这一排树。有一天呢，胡一博在这里跟那个什么，我妹妹家的那个我那个外甥他们两个一起来玩，掉进去了。差不多吧，在那里，反正就他们俩一起下来玩嘛。但是小孩不懂嘛，然后我那个外甥回去挨了一顿打，就说这个出了事不得了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在水里面，但那个时候没那么多水。我也在那里游过泳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很小的时候学游泳嘛。其实我根本都不会游，有一次差点没淹死在这里。你看，原来我们家住在这上面，好可怕！你想，我们要上学的话，要打着火把去上学，然后非常非常早，有时候5点钟起来上学。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不睡懒觉了，就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从小就形成了习惯，5点钟起来上学，可怕不可怕？这是你们家的地基是吧？对呀，地基在这里啊，你看。来看一看。这是原来的厂子呀，然后这里有几间房子，我的房间在这里啊。这现在种的是什么我都不认识。来看这现在种的是啥？种的是这个。我小时候，然后还有一个邻居家来的老头子，要跟我睡一间房，晚上还摸了我的。这个是有3家人家住这里的，我们家的地方在这里，中间这一块，然后那旁边一个是他们另外一家人家的，对，然后旁边的是他弟弟家的，然后水井就往那边走，然后我们小时候还跳水啊什么之类的，所以这是为什么后边是球园啊什么之类的。所以刚刚他们讲说你别上山，因为山上有蚂蟥。而且这个山里蚂蟥了，因为下雨，刚下完雨，蚂蟥出没了。对。这个可能他们来上坟的时候弄的。你先把这一点点点着，好吗？不是这样弄的，好吗？这是我小爷爷，我小爷爷呢，他去台湾打，他其实是加入国民党啊，然后他就死了啊。他有没有去台湾的话，不一定，都不知道哪天死的。大头兵，查不到，我们家查了很多资料，查不到。战争中去世的。对呀，这实际上是他的衣冠冢，这是他的衣冠冢。然后还有一个，你知道吗？我报给他了。什么？你报给他了？我过继给他。那个上面写的是我名字呀。你是他的后人是吗？对呀。你看看，如果是30年，不到30年之前，我住在这里，我从小成长的地方，大山深处，那个时候同性恋是什么样的环境？我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
一定要从这里离开。因为我是同性恋，我必须要从这里走，所以它是激发我去到要出去的对，你要动力寻找更大的生存空间的一个地方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假设啊，如果我没有出去的话，我一辈子是一个农村的同性恋，我住在这里，我就想我好惨啊，我的人生，我连老公可能找不着，对，你也遇不到我，也遇不到你。哇，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生长经历啊，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一种心理思想。我也想要离开那个地方，然后去到大城市里。那个时代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同性恋是没有出路的，对吧？完全如果真的是在这个地方生活一辈子，你根本都没办法去接触外面的世界。这里的4间房呢，因为是砖房嘛，对不对？所有的砖都是我上初中的时候，从乡下暑假从那上面挖土，自己挖土，在这里弄，自己烧的砖。你知道好辛苦吗？所以你就知道人很可怜的。这是我跟我哥挖的这个江窖。哎呦，你看我那个阿姨过来了。那啥阿姨啊？我那个计划的化肥这2个没断去，但下雨了，我剩3个两个。哎呀，放心了，我来拖着上，不要拔都坏了。你看，这个规则不要撒到它的根的地方啊，不能撒根上面哈。对，烧坏了是吗？对，会烧坏。不要撒到边上一点。这都是我这的，我妈那挖的，大山泡的，我妈挖那个挖。这么年来了，是。他一个来，很多人会把乡村想象成是一种安逸之处，因为现在交通便利了，可以上网，有些家庭也买了车。但是小时候在农村里的艰苦经历，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到农村生活。可能是过去的记忆有太多苦涩的东西，要逃离的决心无比的坚定。回老家，我更多的是看望我爸爸以及我的后妈。现在安徽老家的农村，年轻人都离开了，村子里大部分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。我每次回去，感觉自己讲方言都有点怪腔怪调的。我和陆克每一次回来，有点像个游手好闲的客人，家里的鸡总是要遭殃。我阿姨每一次都要杀一只鸡来招待我们。陆克总是能够在任何一个时间的空档拉出手机开始打游戏。我小姑也杀了一只鸭子来招待我们。我小姑的儿子，也就是我亲表弟，也是同性恋，他比我小2岁，因为经不住父母的逼婚，后面跟女生结了婚。在大半年的婚姻里，他们没有发生过一次性生活，最终还是匆匆的又离婚了。我小姑因为担心表弟老年以后的生活，前几年给他领养了一个孩子。我有10几年没有再见到表弟了，因为同性恋的身份可能影响了他的社交，他很少回老家。对于在农村里成长的同性恋来说，能够带伴侣回老家给家人上坟，有点像诗和远方一般，简直是一种奢望。俺不晓得，俺不晓得，